90年代神仙打架的香港，俊男美女无数，但人间只有一颗水蜜桃，她是香港玉女掌门人鼻祖。她出道即巅峰，一部开心鬼保30年风光。为了和叶玉卿一较高下，3拖点水，在情色江湖里赢得盆满钵满，也因此完成了从学生情人到情色女王的完美转身。她就是号称咸湿女王、纯欲女生代表李丽珍。可惜自古红颜多祸水，一段婚姻5个男人让她彻底自爆，最后被闺蜜戳爆的2女士一夫丑闻更是将她彻底击垮。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1966年，李丽珍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印尼华侨家庭中。对比同期出道的其他女星，李丽珍的家庭条件要好很多，父母经商，经济优渥，衣食无忧。不过最大的优势还是她遗传了父母各自的优秀基因，天生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。相貌上的优势总是给人带来不少机会，尤其是女性。14岁那年，李丽珍就被星探发掘，开始接拍广告。仅仅在广告镜头里露了几下脸，李丽珍就能获得近万元的酬劳，也被业内大佬导演麦当雄注意到。于是他把李丽珍推荐给弟弟麦当杰。就这样，李丽珍出演了麦当杰执导的影片《停不了的爱》。这部剧的男主是刘德华，女主是温碧霞。从此17岁的李丽珍便踏上了演艺之路。同期，新艺城的老板黄百鸣看中了李丽珍身上的清纯可人的学生妹气质，邀请她出演《开心鬼》。当时导演兼监制黄百鸣并没有对《开心鬼》赋予太大期望，也做好了亏本的打算，毕竟是小成本制作。但是所有人都料想不到，《开心鬼》爆火了，连带着电影里的开心少女组的成员也一举爆火。之后李丽珍再接再厉，出演了富贵逼人系列的莱蒂、开心乐园的阿珍、为你钟情的于丽珍、鬼马飞人的嘟嘟等等。这些角色无一例外都是穿着校服的清纯靓丽的学生妹，也因此李丽珍被誉为香港学生情人，火爆香港大街小巷。1994年也是李丽珍出道的第10年，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从学生情人向性感女神转型。这一年，外表乖巧的李丽珍豪爽地和公司签下了2套写真集、3部风月片的合约。她在合约上签字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她此后备受争议的命运。那个年代，风月热潮席卷了整个香港，不少女星跃跃欲试，期盼一脱成名。邱淑贞、温虹、钟丽缇、徐若瑄都曾下海过。王晶还说过，那个年代你不拍风月片根本没得拍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李丽珍的风月之路注定顺风顺水。一部蜜桃成熟时，让李丽珍成功出圈。这部电影在当时有多轰动，拿下了1200万的票房，各大影院争相播放，口碑和流量兼具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部电影见证了香港风月片最繁荣的时代，是一代人的经典回忆。电影上映的时候，李丽珍内心是忐忑的，她害怕大众的反应，直到高志森告诉她票房，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电影火了，这个世界上多了一颗人间水蜜桃，清纯、欲望、厌世、迷离，这些元素在李丽珍身上既矛盾又毫无违和感。接着，李丽珍以115万港币的片酬，又拍了2部《爱的精灵》和《不纽扣的女孩》，3部风月片把李丽珍推上神坛，她开创了风月女星的新纪元。不仅如此，她的写真集更是抢购一空，以6万本的销量打破了写真集的销售记录。要知道，当时销量最好的也不过是1万本。当然，这本写真集的尺度很大，春光乍现都说含蓄了。拍这本写真集，李丽珍准备了1个月，游泳、跑步、转呼啦圈，为的就是让自己的身材更完美一点。多年后，李丽珍提到这本写真集，依然很骄傲。我是10大写真集之一，之前第1名是宫泽理惠。如果李丽珍在风月女郎的路上继续走下去，她还能再登上一个高峰。然而，就在她最红的时候，她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拍完《不纽扣的女孩》，李丽珍宣布不再演风月片，她开始转战歌坛。9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神仙打架，前有4大天王，后有林忆莲、叶倩文、王菲这样的宝藏歌手。李丽珍想要在其中分一杯羹，根本不可能。她推出的第1张国语唱片《纯真》销量惨淡，籍籍无名。本以为李丽珍会就此淡出娱乐圈，彻底上岸，不再招惹风月片之时，没想到1996年，王晶开出400万片酬，邀请李丽珍出演《玉蒲团之玉女心经》，搭档的是舒淇。李丽珍拒绝了风月片，但拒绝不了巨额片酬。这一年是舒淇步入娱乐圈的第2年，在李丽珍忙着唱片的时候，她饰演了一部风月片《灵与肉》，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杀出了一条血路。《玉蒲团之玉女心经》相当成功，最惊艳的依然是李丽珍。虽然李丽珍比舒淇大10岁，但她身上的那种纯与欲依然是观众最爱。这部电影过后，李丽珍彻底取代了叶玉卿在风月片中的地位，但是她开始淡出娱乐圈，接棒的是舒淇。3年后，李丽珍再度复出，出演电影《千言万语》，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
这是他入行的第20年的高光时刻，也是他演艺路上最后一抹光亮。那个年代，艳星的出路无非是2种，一种是靠实力洗白，一种是靠婚姻翻身。奈何李丽珍没有舒淇的野心，也没有叶玉卿的运气，她的风月往事要比她演过的影视剧要狗血得多。20世纪80年代，狄波拉和谢贤打得火热，生下了谢霆锋。这一家子时常是娱乐新闻的头条。当时的李丽珍差点成为了谢霆锋的舅妈，狄波拉的弟弟伯德烈是李丽珍的初恋。同时，香港小虎队胡卫康、林立、孙明光通过新秀歌唱比赛走进观众视野。这一年，林立才17岁，李丽珍和伯德烈谈着恋爱，又看上了林立，转身投入他的怀抱。李丽珍和林立在一起后，又想起伯德烈的好，遂分手，和他复合。林立成这段三角恋的炮灰。还有传闻说，林立曾经为李丽珍自杀过。1986年，李丽珍在拍摄《恋爱的季节》时，又爱上了潘元良。潘元良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，比李丽珍大7岁。没想到两人的相遇竟然上演了30年的爱恨情仇。彼时的潘元良有家室，却频繁向李丽珍示爱。这段感情纠缠了几年，潘元良没离婚，李丽珍绝望了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被媒体指责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李丽珍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，毅然决然离开了。但她身边从来不缺少男人，她转身就和许愿结婚了。然而这并不是潘元良和李丽珍故事的终点。先来看看许愿和李丽珍的婚姻。许愿是谁？他是香港著名的明星导师，林忆莲、张学友、郭富城都是他的学生。当时李丽珍拍完《玉女心经》，一心淡出娱乐圈，就是因为要和许愿结婚。这段感情被称为美女配野兽。2年后，李丽珍生下了女儿。4年后，两人离婚。关于离婚的原因，外界也有诸多传言。有人说是因为许愿投资失败，要李丽珍替父还债。也有人说是因为许愿风流性格不改。这段婚姻结束后，李丽珍和著名编舞师林清风在一起。后来李丽珍才发现对方是个渣男，脚踏几条船，还被爆出李丽珍暴打林清风。离婚、失恋、事业转型期，这些都成了压死李丽珍的稻草。那一年她留下了6封遗书，想跳楼自杀。她的闺蜜李静婷把她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，又把她推向深渊。2004年是李丽珍最灰暗的一年。李静婷突然和媒体爆料，李丽珍和她夫妇3人行。要知道，当时李静婷的丈夫马桂灿是明星的御用的发型师。这个爆料一出，整个香港都轰动了。马桂灿否认李静婷的3人行的说法，却承认爱上李丽珍。更戏剧的是，不久后李静婷却站出来道歉，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捏造的。本以为风波到此为止，没想到李静婷却把自己捏造的故事写成了一本真人真事。书里面的故事尺度大到可怕，一周做52次，家中经常举办性爱派对。沉迷药物之后，李丽珍会请求3人同睡一床，大搞3人游戏，甚至有几次马桂灿9岁的儿子也在一旁观战。这件事毁掉了3个人，李丽珍的形象大跌，昔日荣光不复。马桂灿的发型工作室直接关门，李静婷的模特事业也瞬间崩塌。3个人的结局也令人唏嘘。2010年，李静婷中风离世。兜兜转转到了2007年，李丽珍和潘元良复合。这时候李丽珍已经41岁了，她经历过风月片、离婚、失恋、丑闻，已经不再是20年前那个清纯可人的小姑娘了。这一次潘元良终于单身了，可以大大方方地牵着李丽珍的手。大家都以为这对旧情人能有个圆满的结局了。2016年，潘元良和李丽珍说我走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2年后，潘元良为比自己小17岁的小娇妻披上了婚纱。提到李丽珍，这个男人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李丽珍在新闻上看到潘元良的婚讯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1996年，香港一本电视周刊采访李丽珍，记者问她，如果可以实现3个愿望，会许哪3个？李丽珍憧憬的回答：第一，永远开心；第二，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好更开心；第三，有一个我好喜欢，他也同样好喜欢我的人。毫无疑问，普通人柴米油盐吵吵闹闹的日子是李丽珍最渴望的，可她终究没能如愿。美人迟暮，过往的一切历历在目，可一切都回不去了。2011年3月13号，香港最后一家颜色影院关门结业，里面的陈设很快被搬空，只留下惨白的墙面，那些香艳的海报和标语早已不见踪影。这一年，叶玉卿靠投资已经有了近100亿的身家。这一年，舒淇已经穿上了之前脱掉的衣服，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这一年，李丽珍在家庭伦理剧中当配角。后来，李丽珍被抑郁症困扰，直到蓝洁瑛离世，她突然顿悟，再走不出来就是等死，我不想死。多年后，有人曾提问，您后悔拍摄过风月片吗？李丽珍直言，当然不会。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决定，那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里。至此，人主
在那个美女云集的时代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女神一大堆，各有各的韵味，但都绕不过一个人，他就是号称香港桃色片天王的徐锦江。形象好，豁得出，动作生猛，让他成为那时期各大导演最心仪的男一号。舒淇、温虹、李丽珍、叶子楣各路桃色美女无一不想爬上他的床，可他却被评为业内风评最好的桃色片演员。但就是这样一个硬汉恶霸，真实背景竟然是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的关门弟子，妥妥的大艺术家。据说一幅画作能拍卖上百万。不得不说，钱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，即使不是全部，唯一的原因。徐锦江1961年生于黑龙江，父母皆是医生，可谓是医学世家。但徐锦江天生对医学没有兴趣，继承父业当医生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了。父亲就问他想干啥，他说想学美术，因为和关山月是世交，就拜到关山月门下，主学中国画，兼及山水人物。虽然有感情的成分在，但不得不说，徐锦江确实有画面的天赋。在关山月的指点下，徐锦江的画技突飞猛进，甚至1981年毕业赴香港发展后，在恩师关山月的帮助下，还成功举办了第一场画展。不过现实很残酷，香港那时候不需要多一个画家或是艺术家。在徐锦江还是学生的时候，因为他1.85米的身高和俊朗的外形，很多人都劝他改行当演员，因为演员挣得多。穷途末路之下，徐锦江一咬牙，考上了1981年的 TVB 艺员训练班，和梁家辉和刘德华等成了同学。可现实依然对徐锦江很残酷，人们更喜欢英俊潇洒的演员。徐锦江很高，但样子太过于阳刚，乃至有些凶恶，所以一直都郁郁不得志。刘德华、梁朝伟、梁家辉等早已在影坛纵横捭阖时，徐锦江却无人问津，演的也大多是不起眼的小配角。1981到1987，6年的打击让徐锦江心灰意冷，他决定赴美投奔祖父。临走前，和他相熟的朋友去吃了一顿饭，没想到正是这顿饭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在饭局上，大导演麦当雄看到了徐锦江，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神奇，一眼之缘，两人从此有了深度的合作。当时麦当雄风头正劲，他导演的《神港奇兵》斩获了包括金像奖影后和金马奖最佳导演等一大堆大奖，他乘胜追击，准备筹拍《神港奇兵2》，邀请徐锦江当男主角，饰演大陆警察李向东。《神港奇兵2》上映后好评如潮，徐锦江终于走红了。随后他又接拍了不少片子，名利双收。但此时的他离我们熟悉的桃色头天王还差了一个契机。1988年，命运的齿轮终于来到了。此前香港的影片是没有分级制度的，很多的电影都打着情色擦边球。为了规范电影市场，在万众期待下，港府终于推出了电影检查条例草案，将电影分成了桃色，其中第3级要到18岁及以上才能观看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规范市场的条例反而成就了一场电影厂商的狂欢，因为禁忌就是诱惑，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反而有了光明正大的出口。新法律实施2个月后，200部送检影片中超过半数都是桃色片。而1990年代初，桃色影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。高峰时期，全港桃色影院的数目多达40所以上。香港的脱星们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来了来了，属于徐锦江的天下就要来了。1991年，麦当雄拿了《玉蒲团之偷情宝剑》的剧本，让徐锦江挑角色。据说徐锦江看剧本比较潦草，他随意翻了翻，就挑选了其中的正派人物来演。但命运和麦当雄都跟他开了个玩笑。麦当雄劝诱徐锦江，你要更上一层楼，就得挑战自己，要演就演那个最独特的。麦当雄知遇之恩，让徐锦江没有多想，那就演吧。于是第一个让徐锦江桃色片出名的角色就这样诞生了，和叶子楣浴桶大战的全老师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抵死难缠，让人口干舌燥又欲罢不能。最终电影狂揽了2000万港币的票房，创造的桃色片票房纪录。有1就有2，后来又有了徐锦江和温虹的满清10大酷刑，紧接着是舒淇、李丽珍等等脱星，相继与他上演活色生香的春宫戏码。有很多道貌岸然的男演员会在拍戏时吃女演员的豆腐，趁机揩油，但是徐锦江不会，他在业内的名声很好，是桃色片口碑最好的男明星，非常尊重女星。他拍戏时会在敏感部位贴透明胶带，不会借着拍片咸猪手。拍戏前一定刷牙，不吃有气味的食物。出现生理反应会及时喊导演咔。碰到对方身体前一定会征求对方同意。对女同事尊重，对朋友也极其仗义。有多仗义呢？
就是那种一言不合就送豪车那种。1991年，他与36岁的周润发结识于电影《监狱风云2》，戏里死对头，戏外成朋友。朋友送了他一辆保存了几十年的古董宝马车，他开着去片场。周润发看了两眼放光，称赞了好几次，他直接把这辆宝马送给了周润发。随后几年，他事业风生水起，不仅成了鳌拜代言人，还凭借《水浒传之英雄本色》中鲁智深一角，获得了人生中第1个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不仅事业顺遂，一份命定的爱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。他情史算不得丰富，但足够传奇。在遇到现任妻子之前，也有过一段恋爱，但最终无疾而终。一次，他梦中出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，于是他便动笔将她画了下来。谁成想，他后来还真遇到了这个画中的女子。1994年，徐锦江在云南拍完戏，剧组举行了杀青宴。他偶然抬头，却被窗外一个身穿军装的长发女孩吸引。这不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吗？这个女孩如同一道闪电，瞬间就击中了他。他跟身边有人讲：“我要结婚了。”新娘就是他。素来稳重的徐锦江对狄薇说完，便撇下众人追了出去，跑到女孩面前：“你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演员，名叫徐锦江，能认识你非常高兴。我想以最真诚的态度对你说，我要和你结婚。”可想而知，这名年轻女兵被吓得说不出口，同伴婉拒了徐锦江便离去。回到酒店以后，他还失了神般挂念着这个女孩，甚至打算到当地驻守军队代为打听。还好好友狄薇果断拉住了他，避免事情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。女兵心想，这哪来的神经病，拒绝得非常干脆，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但命定的爱情就是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存在，我们称之为缘分。半年后，月老便为他们创造了第2次相遇。半年后，他跟随《飞狐外传》剧组去到北京拍戏，在现场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孩。彼时的女兵殷祝平刚刚退伍，跟着好友来看黎明、张敏等大明星拍戏，于是几位好姐妹结伴出行，没想到却遇上了当初扬言要和她结婚的徐锦江。老徐并不是能言善辩的角色，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，一时语塞，说不出话来，他只留下简短的一句话：1个星期后的云南，同样的地点，我去娶你。1个星期后，殷祝平如约出现在徐锦江的面前，两人从认识到结婚，见面3次，总共相处3600秒，还不到1个小时。女孩也是个狠人，第3次见面就和他跑到贵州黄果树领了证。之所以去黄果树领证，徐锦江后来解释说：“我觉得我的感情就像黄果树一样，一泻万里，没得回头。”领证结婚后，相濡以沫24年，成了娱乐圈少有的模范夫妻。这件事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，但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发生了。这样的故事，饶是琼瑶都不敢这么写。这样的爱情故事虽说轰轰烈烈、热烈又浪漫，但真心不建议女孩子们盲目模仿，毕竟并非所有人都是徐锦江这般。时代瞬息万变，金融风暴来了，股市一落千丈。曾经出手阔绰的徐锦江破产了，他和妻子挤进了出租屋，过起了天天吃大排档的生活。为了赚钱养家，他只能疯狂接戏。他曾有过1年拍摄13部影片的记录，从天亮拍到天黑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，一收工就满眼泪水，一看见剧组就心生恐惧。1997年，他搞出了一件很艺术的事儿，震惊了整个香港，也让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。他发布了一本全裸写真《行神奇》，里面有男人、黑人女性、孕妇和孩子，想要表达的是人性循环的哲理。他认为香港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，连桃色片都容纳了，裸体写真应该更会认同才对。但他的判断完全错误，这本写真集让他备受指责，除了妻子和恩师关山月支持他外，其余的人都对他不甚理解，就连妹妹都不敢说徐锦江是他哥哥。艺术家本身就比普通人多一份敏感，这一份敏感对于他们来说是恩赐，也是诅咒。徐锦江拍越多的角色，他就越找不到自己，他的状态越来越差。直到2000年恩师关山月去世，更是对他来说雪上加霜，他患上了抑郁症。妻子整天陪着他，还带他去台湾看病，本想低调行事，免得被八卦周刊乱写，结果正好碰上贾静雯生孩子，所有转播车都等在医院门口，撞个正着，全天下都知道了。后来便放下了工作，淡出了娱乐圈，专心看病，身边除了家人和朋友，还有画画与雕塑之类的艺术作为排遣。慢慢的，他终于从生死线上走了回来。他尝试复出，断断续续拍了几部戏，如《仙剑奇侠传》中的拜月教主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欧阳锋。
张纪中版《西游记》中的沙僧，楚汉传奇中的魏豹等等。除了演员这层身份，他另一个身份就是关山月弟子。娱乐圈不乏艺术家，多少都带着点名气的加持，但徐锦江是货真价实的科班出身。2014年，他得到巴黎比松春季国际艺术展邀请，他的画作吸引了许多市民，专业收藏杂志甚至开出了2万8亿平尺的价格，连中国邮政都对他盖出认证。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把他的画作印上了邮票，可见他的画作影响力有多大。不仅如此，徐锦江还开过个人作品的艺术展，有着众多一线大咖前去捧场，在娱乐圈绝对是名声在外。只是自从他不拍戏之后就非常低调，所以知道这一情况的人并不多。不得不说，作为当初人们鄙夷的桃色片天王，徐锦江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宝藏老男孩，做到了传说中的干一行行一行。不管是影视还是画画和雕塑，他都有着很高的成就，绝对堪称是宝藏老爹。虽然如今的他已不再年轻，但属于他的传奇仍在继续。他的丰富人生，他的种种阅历，某种程度对于现在的人们堪称一场奇幻之旅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权力者游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